你绝对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美漫，老头魂穿小母狗，怒斩恶魔首级，结果却意外产下了恶魔之子。说到这天，空无一人的古德曼家，腌黄瓜被一枪爆头残忍杀害，是谁会对小狗痛下杀手？警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，那是在1个星期前，老爷子亨利因为被通缉而逃到了墨西哥，警长准备去墨西哥将其捉拿归案。此时，一个穿着花哨的男人推门走了进来，他指控腌黄瓜一直在对自己的走兽犬毕爪西干一些苟且之事。刚说完，腌黄瓜就现场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技术，一群人不仅没阻止，还都在那儿拍手叫好。对此，警长也爱莫能助，毕竟自己还有老爷子这条大鱼要抓。警长开着私人飞机来到了墨西哥，一番折腾后找到了伪装的老爷子，不曾想自己的枪被一把夺过，被老爷子说服的警长决定带着他体会最后一次快乐的航程。老爷子得到线索，在墨西哥的一座神庙里找到了一张地图，地图指引着失落之城庞贝拉扎索根纳克斯。两人开着飞机来到了火山洞，根据石板和古书记载，老爷子知道了腌黄瓜以及庞贝拉扎的秘密。庞贝拉扎本是属于人类的文明，以献祭犬类安抚众神闻名。某一天，他们献祭了城中老女巫的狗，女巫怒不可遏，对着王位降下诅咒。灰烬之中，第一只恶魔之犬冈兹塔诞生。冈兹塔拥有与动物对话的能力，他寻求动物的帮助，覆灭了整个庞贝拉扎王朝。从此，庞贝拉扎都由冈兹塔的后代统治。老爷子正讲到兴头上，警长已经不耐烦了起来，于是错失了最精彩的部分，也就是关于腌黄瓜的一切。准备带走老爷子的警长抢走了手枪，不料下一秒，洞穴之上一个被缝合成蝎子的女人出现，他不能放两人离开。老爷子已经属于是恶魔知识储备量惊人的地步了，他看一眼就知道这女人被改造后流放到了这个岛上，而现在他正准备用秃鹫通知腌黄瓜先生，否则就会受到折磨。警长一听嗤之以鼻，老爷子肯定疯了。女人却走过来告诉警长，老爷子说的不错，被改造成这样是因为有一次自己想杀了腌黄瓜。老爷子一听竟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，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，他太聪明了，而且不信任何人，那只狗是邪恶的。警长对曾经当过警犬的腌黄瓜十分疼爱，他觉得和自己关系那么好的小狗不可能是他们口中的恶魔。女人一听兴奋起来了，掏出了老女巫的咒术书，警长才不关心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，转手就把破书给丢了出去。女人一把抓住了咒语书，她告诉警长，要是这本书离开房间的话，火山就会爆发。这本咒语书上记载着，当血肉之树的仪式在活着的灵魂上施展时，一棵树就会发出扎贡之光，任何进入扎贡之光的人都会转移自己的灵魂。老爷子明白了，自己的身体无法接近腌黄瓜，但是警长的身体可以。他们对着警长进行了一番惨无人道的施法，但却卡在了最后一步。警长十分挑食，不喜欢吃小椰菜，直接吐了出去。这是仅剩的最后一颗小椰菜了，两人无奈地泄了气。蝎子女将书随手一丢，掉在了窗台上。忽然，蝎子女想起邪恶的狗无法闻到666码以外的敌人，这意味着根本不用靠近腌黄瓜就能杀掉它。两人一脚踹倒抢回了枪的警长，坐上直升机到了老镇的枪械铺，购买了一把狙击枪。你敢相信吗？这个警长被关在了由狗所统治的国度里，而保持国度的火山不喷发的关键就是那本神秘的魔法书。但此时他一个走火，放出了邪恶的秃鹫，秃鹫拿走了那本镇压火山的书，火山喷发，眼看岩浆离自己越来越近，警长一边叫妈，一边从窗户里翻了出去，在爆炸中用小岛的骷髅摩托回到了老镇。秃鹫来到了魔窟，告诉腌黄瓜，外公找到了他的小岛，此刻准备狙杀你。接着将救下的咒语书丢在了地上。看到血肉之树的章节和眼前的花少男，腌黄瓜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。画面来到了开头，腌黄瓜被一枪带走，但却没有死透，因为他的灵魂正在花少男的身体里。现在他推开了门，反手将狙杀自己的老爷子给一枪爆头。警长赶到现场时，看到了花少男手里拿着枪，根据那个男人兜里的血书，警长得知了所有事件的凶手都是他。老爷子和腌黄瓜都是无辜的。腌黄瓜的坟墓之下，史蒂夫们偷走了尸体，利用拉贡之光将腌黄瓜成功复活了。刚走出窝，腌黄瓜就看到了对自己搔首弄姿的毕爪西，跟上去他才发现自己中计了。老爷子利用血肉之术和蝎子女交换了灵魂，被杀掉的其实是蝎子女。在这之后，老爷子再次和毕爪西交换了灵魂，手起刀落，老爷子一个分头行动，带
带走了腌黄瓜。万事休矣，以为自己成功屠魔的老爷子准备和毕爪西换回身体，却诞下了一只小狗，而这只小狗显而易见多少沾点腌黄瓜了。大家都知道小镇的警长每天都很忙，比如此刻小镇就发生了抢劫案，警长忙于玩弄自己的手办，想找个好人来做副警长替自己出警。楼下被老板强迫卖战斧奶瓶的古德曼实在忍不了了，跑了出去，转头就撞到了抢劫犯身上，钱袋子顺利的落到了警长的手中。副警长这不就来了，毕竟好人的最佳选择就是古德曼，因为古德曼的名字就是 Goodman 嘛。小镇礼堂里，镇长正在介绍小镇的丑脸山，大家都觉得这山丑得人神共愤，不如丢到其他州去。古德曼觉得这个山那是山清水秀，应该加以保护。不过小镇的居民只认帽子，没戴帽子的古德曼上台说的话全被居民当成了放屁。午餐时间，警长告诉古德曼，帽子就是权力的象征。古德曼不以为然，觉得帽子一点都不重要。两人闹了半天，古德曼就是不愿意戴帽子。他和警长打赌，就算一天不戴帽子也没事儿，不然我就把帽子吃了。好家伙，上这来骗吃骗喝了是吧？刚说完，两人的帽子就被弗洛伊德给吃掉了。好巧不巧，正好发生了公共设备破坏事件，两人正好出警。恶霸小基佬在血库的塔上涂鸦，没戴帽子的两人劝阻无果。琳达在一旁贩卖自己的二手产品，将一只死掉的猫咪做手套。警长告诉他，贩卖猫咪是违法的，于是抢了过来。隔壁树上挂了个老太太，下不来了。警长将猫丢给了他，告诉他猫都能用脚着地，结果用力过猛，老太太被砸了下来，撞在了塔上，血库的塔轰然倒塌，全部的血都漏了出来。警长觉得这都是古德曼的错。古德曼表示 What the fuck。 警长联系调度员，让他进货一批帽子，没帽子咱们就被当作屁放了，订货区间只在一顶和所有之间。于是回到了警局的警长就看到了5000万顶帽子的订单。警长质问赫曼好玩吗？赫曼却笑嘻嘻地对着手机屏幕说，老铁们，这波把警长耍了，记得给我双击点赞，小礼物走起来了啊！好家伙，这还直播起来了。赫曼告诉警长，那一堆帽子已经被弗洛伊德吃得差不多了。闻言，两人跑出去，看到了胀得比车子还大的弗洛伊德。这就是异食癖的王嘛！这个男人有异食癖，他吃下了几万顶帽子后，直接胀成了一颗大肉球。他要是从高空落下来，地球都会毁灭，连总统见了他都发愁。从天而降的将军一声令下，直升机就把肉球吊了起来，接着带古德曼和警长见到了总统。总统告诉两人，在早些时候，通讯监控队给他们传来了一段录音，录音里是警长在和调度员说帽子的事。总统感谢警长意识到了帽子的重要性，要是市民都知道了帽子的作用，就会去偷窃帽子，让他们自己变得受重视起来，这将会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。古德曼闻言表示，你也是首脑，但你却没戴帽子，那么为啥大家还拿你当回事儿？总统表示，你俩太天真了。于是秀了一把自己的隐形帽。总统一直以为帽子论只是自己的结论，直到警长为自己证实了。不仅如此，总统还给将军、副总统以及警长两人都准备了隐形帽。古德曼提醒众人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弗洛伊德该怎么办。将军告诉古德曼，现在要带他去一个改变他味蕾的场所，这样他就不会吃帽子了。猪队友警长此时已经走到了窗边，向弗洛伊德炫耀自己的隐形帽。听到帽子，弗洛伊德的 DNA 就动了，直接兴奋地摇晃了起来，绳索绷不住断了，弗洛伊德就顺着山坡以惊人的速度滚来滚去。将军觉得再放任他，国土将会被毁灭了。副总统提议用核武器解决掉他，古德曼阻止了，一定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让他减速。总统闻言表示，如果东海岸的人们都跳起来，那么就能改变地球的轴角，让它停下来。不过目前的问题是，怎么一口气调动所有东海岸的人跳起来？警长忽然有了主意，他用对讲机联系到了正在直播的赫曼，让他找一些东海岸的人一起跳起来。赫曼作为一个大主播，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。他在直播间一声令下，地球成功改变了轴角。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弗洛伊德撞在了电线杆上，接着又以更快的速度被弹了出去。5分钟内，他就会冲上丑脸山，进入平流层。当他落地时造成的伤害，会比灭绝恐龙的陨石还大。总统意识到古德曼的计划让情况更糟糕了，关键就是古德曼并没有戴帽子。古德曼醉了，这主意明明是你总统自己想的，怎么丢锅在我身上？
最后众人决定按警长说的，先解除导弹，把它丢到山顶上再说。总统打开开关一看，才发现警长没有戴帽子，这一下警长的计划就不能实施了。但是导弹已经解除，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，总统等一众准备吞枪自格。旁边古德曼看到警长还在往上爬，问他在干什么。警长义正言辞地说，他们在知道我没有戴帽子前已经接受了我的计划。你说的对，帽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主意。说罢，警长按下了一旁的按钮，随着导弹一起落了下去。半空中，他放开了导弹，跳进了弗洛伊德的嘴里。他用弗洛伊德之前吃下的捕鱼枪钉在了丑脸山上。就这样，在弗洛伊德快要飞到平流层时，被鱼枪的线给拉了回来。警长成功的化解了危机。等他爬上山时，小镇的居民都把他看作了英雄。对于警长终于不把帽子看得那么严重时，古德曼由衷的感到高兴。镇长走过来告诉古德曼一个好消息，丑脸山将不会被摧毁。不知为何，大家都对丑脸山重视了起来。古德曼抬头看才发现，弗洛伊德化身肉山，像帽子似的盖在了丑脸山上。警长嘲笑古德曼，看样子你的话是错误的，那么履行承诺，把帽子吃掉吧。警长的妈妈邀请了总统去家里吃饭，于是在餐前，警长表演了自己的拿手好戏，一番操作猛如虎，直接给在场的各位看呆了。